士您好，请问您需要续房吗？几点了？11点整，女士。不续了，我等下退。好的，您的朋友帮您点了午餐，需要帮您送上来吗？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挺早的，大概6、7点的样子。午餐不用了，一会儿退房。好的。朋友。金江文学城，雾满青山原著，星星之火工作室出品制作。广播剧《侧写师小姐》第1期。15分钟观察时间到了，二位侧写师可以告诉我，面前这位罪犯犯的是什么案子？我推测他犯的是这起金店持械抢劫，1死2重伤。理由呢？他的身高目测在185以上，体型壮硕，有健身迹象。首先排除入室盗窃案，因为凶手在窗口留下的脚印鞋码只有41码，且从水管爬上4楼，身高应该在160到175之间。第二个排除高校投毒案，这个案子的犯罪手法很高明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说明凶手细致严谨，很可能有强迫症，外表看起来是个好好先生。但面前这位罪犯的衣服松松垮垮，右边的袖子磨损严重，看起来不修边幅，习惯粗糙。综上所述，我推测他应该是金店抢劫案的罪犯。廖局，我给大家倒点水。啊，辛苦小傅。你呢，刘回生？你的推测是什么？刘回生，按照传统的分析，小静说的没错，我同意她的观点。就这样吗？你没有别的想说的？我想问嫌疑人一个问题。你们每人有3次提问机会，可以问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不然警局就要出一个桃色新闻了。师姐，刚才那位女警官进来倒水的时候，除了给我们4个，也给你倒了1杯。过程中，你们眼神有接触，我看到你的眼神变得温柔，嘴角也有轻微的扬起。你喜欢他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身体后撤，
双手环胸。很多人觉得这个动作很强势，但在行为学里，这是保护自己的表现，意味着不想自己的领地被别人进一步侵犯，是一个很明显的抵触动作。你有这个动作，说明刚才我说对了。这，你不是嫌疑人，而是局里的警察。今天局里要面试2个侧写师，几位领导决定出题考我们，但是又担心犯人不肯配合，所以就找了一个外形条件跟犯人很像的警察冒充，对吗？刘慧生，你的分析很准确，他确实不是罪犯，是我们2组的警员小宋。至于冯小静，你的分析也很到位，小宋对标的就是抢劫金店的劫匪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看出来，你也不简单。谢谢您。刘慧生、冯小静，欢迎你们作为侧写师加入河海分局。我是副局长廖长健。居然过关了，师姐，之前听说要和你一起面试，我都已经做好失败的准备了，没想到。对了，你怎么看出那个犯人是警察装的呀？就凭他跟那个女警察的眼神。看什么呢？哇，这表彰墙上好多这个赵宇队长的表彰通告啊！不光是因为眼神，犯人不会觉得自己是犯人。嗯？你刚刚不是问我，怎么看出那个犯人是警察装的吗？对。你问他话的时候，他什么表情？很不耐烦，很不屑，跟很多电视剧里的反派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可是真正的嫌疑人，往往会表现得很配合，很恭敬。他们需要展现出好好先生的样子，因为他们想让警察相信他们是好人。聪明。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什么，就会表演出什么。而刚刚罪犯所表演的坏，不过就是想让我们相信他是坏人。不愧是你啊，师姐。其实还有一点。什么？他的鞋子。他们让小宋穿了一双很脏的鞋子，去符合他不修边幅的人设。而一般有预谋的犯罪，尤其像偷窃、抢劫、谋杀，罪犯通常会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，以防在案发现场留下蛛丝马迹。那刚才面试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呢？要是说了，你的抢劫案可能会被推翻。师姐，不用觉得欠我人情，我告诉你这些也不是为了这个。那你以后多带带我，好不好？小冯、小柳，教导员，刚才我们商量过了，小冯，你以后就去2组，前面左拐第1个办公室，直接跟陈队报道。是。小柳，你去重案组，赵队他们办案马上回来，我先带你去办公室。哟，赵队他们回来了。赵队，盯梢的人都撤回来了，没惊到嫌疑人。好。我们快走，赵队他们忙，等下又找不到人了。好。
师姐离开的时候，下意识拢了鬓角的长发，还拉了上衣袖口的褶皱。这是她踏入警局以来第一个整理着装的动作。难道是因为赵队？师姐刚才就盯着表彰墙看，大概是知道这个赵宇厉害，又成为了自己的领导，所以紧张了吧？赵队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，李教？正事儿，介绍一下，这是你们组的新人，柳回生。赵队长，幸会。做什么的？行政顾问。顾问？市局那边不是派下来2个侧写师吗？但咱们分局没有侧写师这个职位，局长就申请了2个顾问的位子。我破案不需要顾问。当然了，你们组的破案率一直都是全局第一，但也不能所有担子都压在你们头上，多个顾问也帮你们减轻一下负担。这是欧阳老师的意思。师傅的意思。好，我尊重师傅的每一个决定。这个欧阳老师是何方神圣，能让他这么乖乖听话？但是刘女士，希望你明白一点。您说。警局不是学校，我们面对的是杀人放火的罪犯，不是模型。你在质疑我的能力？我只是在告诉你，警局是靠能力说话的地方。陈豆豆，你带新人熟悉办公室，2组的来会议室。是赵队。赵宇的新人一直都是这个态度，不过我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很快就能让他对你刮目相看。他对新人一直是这个态度。对啊，不信你问陈豆豆。哎呀，我第一天来都被吓哭了。不过美女姐姐你别害怕，赵队只是看着不近人情，但只要工作上不掉链子，他不会真把你怎么样。赵宇是出了名的工作狂，之前办过好几个大案，那种苦一般人根本吃不了，所以要在他身边干活，不仅能力要排第一，还得有耐力和体力。不过这也是个很好的磨练机会。他带的第一个徒弟，现在已经是隔壁区的刑侦队长了，在他手底下做事，只要能力强，不愁没功力。哦，但是人情世故那一套对他行不通，他不喜欢那些。我也不喜欢。对了，也别问他感情生活的问题哦，也别想着给他介绍对象，这些都是大忌。是受过情伤？大概吧，也不知道谁这么绝。赵队又好看又有能力，听说还挺痴情的，居然一下子就把他甩了。也可能是他甩的别人呢。哦，也有可能。他那个倔脾气，干得出这事儿。我闭嘴。行了，小刘，办公室你也看到了，这整个区域呢都属于重案组，让陈豆豆带你熟悉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会见，李江。李江，拜拜。啊，美女姐姐，要不你先选个办公位置吧？哎，这里靠窗，采光好，风景好，离我也很近。那就这里吧。有案子吗？咱们组每天都有案子呀。哎呀，我平时就负责整理一些文件资料，破案就交给赵队他们几个大神就行了。哎，美女姐姐，你先加我微信，把
把个人信息发我，我帮你开网盘权限。好。小陈，赵队呢？会议室。好。赵队，打扰一下，有个女的来自首，是桐花村那个案子。我们去审讯室等她，登记完带来。是。桐花村，好熟悉的名字。不会吧，这么快？怎么了？这是今天早上的案子，资料刚弄回来。你看，这么多都还没整理完呢。死了一对老夫妻，他俩的儿子还是村长。早上过去的时候闹得可大了，10几个人打群架。有照片吗？有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找。这些都是现场照片。女死者面部朝下倒在稻田，后脑有击打伤；男死者倒在10几米外的水泥地上，面部朝上，右侧额头和头顶均有明显击打伤。鼻梁处右上到左下有一道约2厘米的短伤口。案发地在村里的农田，没有监控。案发现场有几乎全村人的脚印和指纹，太乱了，很难提取到有价值的信息。唉，有人自首挺好的，不然真的不好找线索。刚才他们说自首的是个女的。好像是吧？怎么了？她不是凶手。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我去收稻子，去的路上碰到了张叔跟沈能，他们又来问我要承包费。那2万8承包费我去年都给我那儿了，你自己去问他。字据呢？没有字据，你说啥都没用。啥字据啊？那人从来没叫我写过啥字据啊。不可能，我们都是凭字据说话，你没有那就是没交。那说话不算话啊！但那2万8，俺家去年已经给村长了，就是他人，只是没有签字据，他们就不认，还骂我，说的急了，我就动了手。一开始我就推了婶子一下，他就从那个坎上摔下去了。张叔上来打我，我害怕，就捡了路边一个啤酒瓶打他。我没想打死他们，没想。赵队，打扰一下，这里有份资料要他签字。资料？啥资料？我不会写字。自首的确认文件。不会写字，名字会写吗？会。写你的名字就可以了。哎，文件等下去，还没审讯完呢。他不是把案发经过都交代了吗？还要问什么？赵队不放心，可以先看一下资料备份。出去。签完就出去。如果他够敏锐，应该能在5秒内发现破绽。签这里就可以。哦。5、4、3、2。等等。怎么了，赵队？小飞，你先出去。啊？柳回生，剩下的笔录你来做。为什么？等下再说，你先出去。
飞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，柳回生给了赵队一份资料，他突然就让人留下了。哎，奇了怪了，平常赵队最讨厌坏规矩的人，这回怎么破例了？胡芳，你家里有几口人？4个。嘘，啊，开始审了。俺男人，还有2个儿。娘家呢？你排老几？老二。就你一个女儿？不是，有个大姐，有3个兄弟。你这3个兄弟也在桐花村务农？不是，他们都在外地打工。这个柳回生怎么净问些跟案子没关系的问题啊？父母呢？还健在吗？老娘还在，爹死了。老娘在村子里帮3个弟弟带娃。哦，所以跟胡芳生活近的男人，只有她丈夫。你丈夫人怎么样？他很老实勤快。俺家有2个娃，用钱多，俺每天都起早贪黑赚钱。他是左撇子吗？是。警官，你问这个干啥？听说左撇子比较勤快，顺口问一下。哦，对，他是左撇子。我听村民说，他很喜欢喝酒。喝酒？没有。他听哪个村民说的？就只喝我们怎么没听说过？不是一直喝。喝完会打人吗？不会。俺都是很老实的人。案发的时候，你丈夫在干什么？他在睡觉啊，我都跟他们说过了。警官，俺男人跟这个事儿没有关系，人是我杀的，罪我都认了，再问也没得用了，你抓我就行了。胡芳，我们确实会起诉你，不过不是谋杀，而是妨碍司法公正。啥意思啊？这是你口中张叔的死亡现场照片。他右侧的额头被打破，鼻梁有一道右上肢左下的斜痕。只有凶手是左撇子，才会形成这样的受伤位置。胡芳刚刚签名的时候，你刚刚签名的时候用的是右手。我不是。不仅如此，死者头顶正上方也有钝器击打伤。照死者175的个头，能致他头顶受伤的人至少跟他一样高。包括你说的啤酒瓶，案发现场确实有几个很小的啤酒瓶碎片，但是它们很干净，没有积灰，并不是你说的随手在路边捡的，而是新的。还真是。所以赵队，我对这起案子的犯罪侧写很简单：男，身高175到185之间，左撇子，有饮酒习惯。还有吗？刚刚问胡芳家庭情况，就是想看她在替谁顶罪。很显然，这个人就是她丈夫。我是重案组副队长秦松，胡芳翻供了，说她是来顶罪的，凶手其实是她丈夫马康，请行动1队立刻配合我们去桐花村抓捕马康。没想到自首的案子还能翻案啊！要是给我们点时间，肯定也能查出胡芳是假的。但是副队，这个柳回生当场就发现了，确实有2把刷子。运气也说不定。
赵队，好久不见。昨晚才见过，装什么生人？我还以为你贵人多忘事，不记得了。有些事我会记一辈子。是吗？为什么来这儿？工作。你说过你喜欢心理学，你应该当一名心理医生，而不是在这里整天跟杀人犯打交道。赵队这是在心疼我。Master 的时候，我念的就是犯罪心理学。PhD 多修了一门行为心理学，了解罪犯的心理动因，才能从根源上制止犯罪。这让我更有成就感。是吗？当然，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为什么犯罪，为什么说谎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你用这套来审视犯人，还是身边所有人？世界上没有不说谎的人，有的只是人性片刻的真诚。但犯罪的起源，偏偏就是人性。制止犯罪的，偏偏也是人性。好了，赵队长，我通过了局里的侧写考验，也破了桐花村的案子。局里和你的测试，我都过了。以后我就是重案组的一名成员，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我要回去工作了。背上的伤怎么来的？赵队这是心疼了。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将近20厘米长的伤疤，怎么来的？看来是真心疼了。心疼。昨晚怎么没见你怜香惜玉呢？你的公寓在对面。不过钥匙没有给我，要明天。你可以住酒店。酒店订满了。那就去冯小静那儿挤一晚。我问了教导员，你住的套2有一个空房间。所以呢？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训练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的脸上都是一副冰冷的表情，让人看不懂，猜不透。可如果让我进屋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家具的摆放位置，生活用品的使用程度，装饰品的种类，都可以读到你的心。你害怕也正常。又或者你根本不怕这些，
而是说赵队长吃干抹净，翻脸不认人了。有客用拖鞋吗？这双。玄关的3层鞋柜，除了拖鞋，就是清一色的黑色运动鞋。旁边的厨房只有一口单人小圆锅，厨具碗筷都少得可怜。不爱做饭，不会照顾自己。客厅只有一个双人沙发，电视墙空无一物，没有电视，也没有其他摆设。他不喜欢娱乐消遣。卧室门大敞，1.8米的双人床，但只有单人枕，被子叠得整齐，自律严谨，独居生活。室内每个房间都大敞着，窗户窗帘却紧闭，说明他内心封闭、谨慎，缺乏安全感。我们晚上吃什么？你平时是自己做，还是出去吃？你看一眼厨房，就知道我不做饭。出于尊重，我习惯不把别人的习惯宣之于口。多此一举。多此一举也好，人情冷暖也罢，这是我的处事方式。刺猬效应听说过吗？我不玩心理学。人和人的相处就好比刺猬，离得太近反而会扎伤彼此。只有拉开距离，2个人的交往才能处于舒适区。我要是告诉别人他在我眼里是个透明人，会没有朋友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？与你无关。我记得你应该很讨厌烟味。是你讨厌。可以不抽吗？赵队长看来今天不方便，那我先走了。是你先走的。当年是你先走的。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怕那帮混混找你麻烦。要找麻烦也是找你，你把他们大哥打了。再说，我还不用一个高中小朋友来保护我。我不小。你还没有我高呢。我还能长。有梦想是好事，但是我的身高从高1下学期开始就没有变过了。我以后一定要比你高。为什么一定要比我高？那样可以保护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赵雨。下雨的雨。与子偕老的雨。你喜欢我？
对，我喜欢你。可是我不喜欢你，就算你跟着我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我跟着你是想送你回家，不是为了让你喜欢我。再这样我要骂你了。你骂吧。这么爽快？因为我肯定做了让你不开心的事，所以你才会想骂我。那我要是想打你呢？这么好看的手，别打疼了。小金毛。跟着吧，小金毛。冷，无情，他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？糟了，我的药！柳回生，柳回生，你怎么了？药在哪儿？来，你以前没有哮喘，怎么回事？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累了，抱我进去。赵队原来会改装啊！晚上吃什么？你要下厨？我只会煮泡面。也行。我喜欢加一个番茄，切得薄一点，起锅的时候放下去，不要煮。鸡蛋煎成圆的，别做成蛋花。要是有葱就更好了，跟蒜末一起放在最上面，用滚烫的香油浇上去。点外卖。好，你定吧。不要点海鲜，我海鲜过敏。最好也不要点需要啃的东西，我不行。我知道。等外卖还需要些时间，我想洗个澡。有多的睡衣吗？借一下。没有。你有？没有。你刚刚说没有的时候，挠了一下鼻子。人撒谎的时候，鼻子的末梢神经会微微刺痛，所以会下意识摸一下。才来警局第1天，就把我当犯人。冤枉啊 ，Madam， 是你先骗我的。尝这个。哦，
藕粉色的真丝睡裙，我不穿别人穿过的。没穿过。你没穿过不代表别人没穿过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他没否认，所以这件衣服确实可能被别人穿过。是第几任女朋友？什么职业？什么性格呢？想要新衣服，只有这件白衬衫。你想让我穿这个？你自己挑。就这件白衬衫。柳回生，怎么了？你不知道白衬衫什么意思吗？好像忘了。赵队记得的话，要不要跟我说说？阿生，你能不能不要穿我的衣服？尤其是白衬衫。为什么？反正我忍不住看你，一看你就更忍不住。那就不要忍。他还是不为所动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没关系的 ，Candice，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好的开始确实是成功的一半，但错误的开始是毁灭的一半。喂，赵队，出事了。你说，南区绿光全托幼儿园发生大型火灾，宿舍烧起来了，2层楼都失火。